你们知道这车有多少地儿能加热吗？方向盘、座椅、门板也能加热。后面的门把手放在了 C 柱上，像不像 NSX 那门把手？它做了一个特别大的后窗，你能感受到那种玻璃的诱人感。我身边这是一辆接近4.8米的电动车，2.9米的轴距，68度的电池，来自国际大车企合资企业，配置一应俱全。这是什么车呢？广本极派2。最关键的是，这车15.998万起，随便一问就有巨大的优惠。今天咱们就试试这么大个的合资品牌电动车，它行不行？咱现在开这车去趟延庆，跑个大几十公里，而且那儿比较冷，还上山。咱看看实际电耗怎么样，这车适不适合冬季使用？我们已经把里程表和电量都归零了，咱来开一圈这广本极派2。首先，第一体验，这车作为一个纯电车，它不蹲着，它的脚坑深度是很好的，所以人坐在里面很舒展。哪怕我的座椅高度其实已经调得很低了，现在依然非常的舒展。这个前仪表台设计的也非常好，它的 HUD 隆起了一个小坡，然后 HUD 正好从坡的另一面照到玻璃上，就不像有些车有个大洞，所以这都是它设计非常用心的地方。整个底盘质感也是挺弹的、挺润的，加上电车的加速非常顺畅，我觉得比燃油的本田开着好。这车带 L2 辅助驾驶，车道居中保持跟车呀这些功能全都有。68.8度电池。CLPC 续航里程545公里，还带 BOSS 音响，所以总体来讲，这车的驾驶体验，我觉得是远远超过这10几万块钱的体验。原来这个价钱，也就是买一个都不能说高配中配的思域的钱，15.998万在优惠以后的这个钱，现在能开这么一车，这个是电动车时代、汽车内卷时代给我们带来的红利。终于到延庆了，哎呦，这儿比市区冷好多，这儿空气也特别好，一大溜全都是豆腐宴，咱们带大伙儿一块尝尝延庆的豆腐宴去。跳过点菜过程，直接给大家介绍我们点了啥。我们的豆腐宴上桌了，怎么样？还挺丰盛的吧？这一大堆，中间这个是叫3彩豆腐锅，什么意思呢？它的豆腐是3种豆子做的，有绿豆的，有黄豆的，有黑豆的，同时里面还有他们做的百慕熏肉。点缀在里边，然后还有素丸子一块煮，咱一会儿尝尝啊。这儿有炖小柴鸡、炖鱼，这个麻辣牛头肉、豆腐丝儿、小葱拌豆腐，这还有炖猪蹄儿、酸菜白肉，还有猪肝、小河虾、家乡肠，什么都有。那农家菜给你洋洋洒洒弄了一大桌，50块钱一位。主食是油饼，这还有糊叉子，还有炸糕还有饺子。我迫不及待尝一块这豆腐怎么样啊？哎呀，豆腐配大油饼，先来口这油饼。油饼太好吃了，特别香，就跟那个早餐店那个炸那不一样。我尝这豆腐，豆腐有特别浓的卤水味儿，这是冻过的，这是绿豆豆腐。好吃好吃，真不赖，大家可以来尝尝啊。在延庆六沟有一条街全是做这个豆腐宴的，这一大桌子150，无限续杯。豆腐宴吃完了，我找了一个特别美的地方，咱们看看这极派2的外形。延庆这地方呢，风比较大，空气特别清新，大家看天特蓝，它也比北京冷不少，所以北京雾霾严重的时候，大家可以考虑翻过山到延庆来玩一玩，吃的也不错，风景也很美极派2这个车给我什么印象呢？作为一个电动车，它特别有自己的风格，它的设计特别坚决，特别有主见，它整体的线条和面都非常的硬朗。大家看这张脸，就跟被一个利刃、被一个刀划过一样，是吧？很帅气、很坚决的样子。它这个前头分2层，中间被划开了一个缝儿，蹬在这个缝里。当我离车很近的时候，这么俯视它的时候，它的前脸特别简洁，因为我看到的全是银色的面，特别有新能源感。但是当你离远了，低一点，你发现它这前脸还是分开的，这个视觉感受还挺巧妙的。包括下面的扩散器也是很硬的线条，很帅气，很清爽。侧面也是非常坚决，中间一道折线，把这整个面分成2部分，下面挖了一个槽，做了一个黑色的亮的边儿，剪薄车身，整个侧面也是特舒服，跟一把刀削出来的一样。后面的门把手放在了 C 柱上，像不像 NSX 那门把手？
它的轮毂设计也是非常的尖利啊，跟刀削出来一样。五辐散开，抛光的部分用了枪灰色的涂装，这个是很少见的，看起来特别冷峻，特别帅。这车的设计我最喜欢的地方是这后尾，它有一块巨大的后窗。这其实现代汽车大家都知道后窗越来越小了，是吧？它做了一个特别大的后窗，然后后尾的面也特别简单，就是一个平面到后窗分2个面，中间有一个缝儿。你能感受到那种玻璃的诱人感，看着这后窗有点浮想联翩，你能想出来当年很多运动超跑啊什么那车这种风格。这个在现在这时代真的太少见了，超喜欢这大玻璃。后尾的造型设计也是一样啊，这个灯是回旋型的，分2层，刀切一样的线条，1道、2道、3道把后尾切出来，就整个设计辨识度极高。我觉得在这个电动车都长一样的时代，其实这就挺难得的。咱来看看这个广本 GP2 的后备箱。首先，作为一个大掀背车，它的开口非常的大，这样您装东西的时候会很方便。而且掀背车有个优点，大家看这后备箱盖打开之后，其实它只比车长了一点点，这样您的车尾如果离地库墙特别近的话，就不会因为这个位置的原因打不开后备箱盖啊，车就不用再往前开。这我觉得是掀背车的一个优点。还有就是它的空间其实非常灵活，大家看现在是很平整的，基本没有门槛的，它底下还有一层。带一个夹层，这儿还能再放东西。有朋友说我不需要在底下放东西，我上面放了那么多东西，我拿不开不方便，我就希望它大点，没问题。它还有另外一种安装方式，看这样放下去之后，后备箱的高度就上来了，下面那一层就变得很薄了，其实还是能放点私房钱什么的。然后它的后排座椅也是非常方便放倒的，我们只需要轻轻一抠就可以放倒，基本上是平的。如果你把板放上面，它就是平的，对吧？这样的话，装个自行车啊，装个大件物品也是非常方便的，基本上约等于瓦罐。咱现在坐进车内，带大家看看广本 GP2 的内饰。说内饰设计之前，先带大家聊这车的加热系统，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。为什么有意思呢？一般咱们车哪儿加热？座椅加热，方向盘加热，到头了，是吧？顶多有个这地儿能加热的。你们知道这车有多少地儿能加热吗？方向盘、座椅、门板也能加热。这样的话呢，开起来它是一个类似于地暖的效果，它靠你周身一圈的这个加热来提升这车的温度。这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会比热风一劲儿吹更舒服，不会那么干啊，那么热风吹着你难受是吧？吹得脸通红，不会，它很舒服，同时它更省电。因为我们知道热风它在里面烤的巨热再吹出来，这个效率是低的。这些小小的加热片在你身旁直接加热，这个效率是高的，它是比那个强大的热风要省，所以这车设计还是挺巧妙的，是吧？下面咱看看这车内饰设计。首先，整个的风格跟之前的本田其实有点差别的，方向盘中间是白色的，然后用了这种 Honda 的字体，没有再用那个大 H 标。然后整个内饰呢，上部是黑色，中间是白色。然后这个白色还做了这种网格状的下凹的装饰，就整体风格非常的清新，非常的环保，让人一看就是一个新能源车的内饰。但是它又不像那些新势力车把所有按键全部取消掉，恨不得换挡都在屏幕里啊，全靠语音。它其实留了足够多的实体按键。大家看车门上这一片啊，调后视镜的、开窗的全都有。而且它最有意思的是中控台这个部分，它中控台这个部分大家看现在是一个通的，特像老车，而且很方便，我可以非常方便的从主驾驶到副驾驶。但是大家说这空的这个不实用啊，现在手机都流行无线充电，我这儿放东西对吧？别急，看人这个可以打开。手机无线充电，这不就有了吗 ？Type C 也有了。那杯子能不能放呢？也能放，这儿也能打开，还有杯架，这设计有点意思，是吧？包括它的这个换挡区，本田的换挡大家都知道，最新一代全是按钮的，然后它的自动泊车、驾驶模式，包括 Auto Hold 和手刹，全都有实体按键在这儿最趁手的位置，中间能放点东西，还做了一个小帘儿，这儿有一个扶手，流媒体后视镜 ，HUD 全都给配齐了，就整个这套内饰非常的居家。非常的合理，非常的方便。咱们现在到后排啊，我正常驾驶位置，咱们看后排空间还有多大。咱们看这车后排有空调出风口，有 Type C 充电，有座椅加热，后排靠垫是可调的，能往后调一个角度，然后坐得很躺。空间方面1拳2拳，2拳多一点，我正常驾驶位置，而且这个座椅底下能放脚，跑长途的话还是挺舒服的。这就是今天跟大家一起开着来延庆体验的
广本极派2。这个车基于本田最新的 EN Architecture 智能纯电高效架构，同时它的设计风格大家看到了，非常帅，它叫 EN Design， 全新的一个电动车的设计风格。我觉得这辆车在我眼里呢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存在，不像现在的很多电动车千篇一律，就是你开出去你觉得我是有精气神的东西，我是有自己风格的东西。而且你能看到，其实日系车在内饰设计上是非常用心的，他们在考虑电动车的供暖和能耗之间的关系，加热和暖风之间的关系。这个其实都是它的卖点。它是一辆不一样的车，最重要的是它不贵。这么一辆接近4.8米长、2.9米轴距的这么一个带68度电池的一个车，15.98万到18.98万，官方报价。注意，这是官方报价，您到4S店随便一问就不小的优惠，所以最终的成交价是非常惊人的。至少我第一次知道的时候，我有点惊讶。所以，对这种10几万块钱的代步电车感兴趣的朋友，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广本极派2，会有惊喜的。感谢大家收看这集的白话一微。咱们下期再见。现在一整天的行程结束了啊，大家看看137.4公里，我们回零的里程币，能耗14，还挺省的，是吧？而且这个是比较公平的。我们去延庆前半截是大上坡上山，然后是下山，高速、市区所有工况都有，所以是一个相对比较公平的这个车能耗，等于广本极派2的真实能耗差不多就是14左右。我觉得还相当不错了，而且现在天儿其实挺冷的，接近傍晚，现在也接近10度左右了。